电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《你好，疯子》。一家精神病院里，7个不同职业的人被关在了这里，他们分别是楚楚可怜的女主、性格火爆的记者、身强力壮的司机、能说会道的律师、教历史课的老教授、年纪很大的兽医，以及长相艳丽的女强人。众人在各自介绍完自己的职业和姓名后，发现只有女主一个人是没有记忆的，其他人都是被神秘人突然挑晕后被关进来的。几个人开始商量着该怎么出去，只有女主在不停地注视着众人。这时房间里打开了一个小门，外面的人给他们送了一盒药和一份饭，可奇怪的是这些东西只有一份。饥饿的几个人不管3721，走上前去就要将饭分食掉。只有记者小强思路清晰，把饭盒和药摔在地上，并说这些玩意儿都是给精神病人吃的，他们一旦吃下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，那么就永远出不去了。众人一听好像是这个道理，于是就开始集体闹绝食。很快医院就采取了强制措施，他们把记者等人陆续带走，进行了电击，只有女主一个人幸免于难。原来女主之前趁着其他6人不注意，偷偷的吃了药，这样才免去了被电击的惩罚。6人接受完惩罚后回来找女主算账，他们认为女主背叛了他们，于是就将女主关进了小黑屋里。之后6个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，开始对着监控疯狂唱歌跳舞，可惜医院里都没理他们。为此他们再生一计，想要通过假打架来引起注意，结果打着打着他们玩起了真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记者差点掐死了老教授，幸亏力气强大的司机大壮及时挥拳打晕了记者。就在这时，记者被众人关进了小黑屋，而女主则被放了出来。很快大壮凭借着强大的武力成为了几个人中的领袖，色心大发的他还对貌美的女强人起了歹心。危急关头，偷偷溜出小黑屋的记者一棒子敲晕了大壮。这场战争过后，大壮又代替记者被众人关进了小黑屋里。此时律师、老教授和兽医站了起来，成为了新的领袖。他们建议大家不如将计就计，这些人不是认为他们都有病吗？那他们索性就装成病人，最后再通过吃药来证明自己痊愈，到时候医院自然就会放人。于是大家开始装疯卖傻，互扇耳光，还集体穿上了精神病服。一番啼笑皆非过后，女主终于接到院长打来的电话，电话里说他们7个人中只有1个是真正的疯子，只要找出疯子是谁，几个人就能立刻脱身。此消息一出，律师、老教授和兽医立马怀疑起了女主，因为7个人中只有女主没有记忆。可记者、女强人和司机却并不同意这个猜测，6人分成2个阵营打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院长现身了，他质问打架的6人：“你们能完整的说出你们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吗？”这时6人全都哑口无言了。老教授想不起来自己在历史课上到底讲的是什么，女强人记忆中签订过的合同全部都是空白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来这6个人都是女主幻想出来的，他们都是女主的分裂人格。院长告诉女主，现在她只要把其他6人杀掉就可以痊愈。可看着眼前这6个人格，女主实在是狠不下心。不过好在其他6个人格在得知真相后都很善解人意，为了让女主可以痊愈，他们大义凛然，集体自杀。故事的最后，女主终于苏醒了过来，医生对她说了一句：“现在就只剩我们2个了。”难道女主并没有痊愈？医生也只是女主的人格？这是影片最后的悬念。整部影片层层铺垫，剧情反转再反转，万茜的演技更是教科书般的炸裂，强烈推荐大家观看原片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哦。